自由的鸟儿吗？这都是库麦的视角。还有其他的种族。终于，我很喜欢前面这一段的演出。根本就不是当人。天呐，这些神之骑士团的，他们又是为何效忠于他们呢？萨赞，我真服了。还有小孩儿。好意外。真的太恶心了！这些天龙人赶紧去死了得了。卡普，还是这么年轻的卡普，这应该是他的巅峰期吗？卡普。真的想去抓逻辑。伊万真的是个领导。他这个时候就知道。伊万。都会被抹除掉。
就是要他们挣扎着逃跑着。库玛被激励了，他长得真的很像，他长得真的很眼熟。哦，是也有鱼人，金妮还叫，所以之后取名叫波妮女儿。金叶好可爱，幻兽青龙，我们之中人难道就可以直接把他们就是这样弹飞出去？库玛不会自告奋勇了吧？体がでかいから人より長く生きてられると思う。それに誰かが死ぬの見たくないし。我不会让你死掉的。为什么顾曼从小就这么？哦，又是这个转场。跟他妈妈真的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都来了。白胡子。啊！还是哦，这是哇，这是他曾经那个女儿岛的出来的，女儿岛出来的大妈，哇，他们都是鼎盛时期啊！哦，凯多，哦，全明星阵容。哈，哦，哇，好帅啊！
来啦！哦，长得真的好像艾斯啊！哦，都是重量级的。哦，他们又是信仰着什么呢？哇！好，库玛好可爱啊，声音。嗯，卡普吗？来啦！帅啊！正好趁这个骚乱。啊！要抢的就是凯多，最后吃了这个龙呢。天呐，大妈！伊万，好伊万。命运的齿轮。什么动静儿？我服了，真畜生！做自己的解放战士，自己成为拯救他人的英雄。人人都可以成为尼卡，自己成为尼卡。被抹去了，我还没看够呢。还好伊万也救下了。对对啊，因为他爸爸也是神父，他还总是拿着那个 Bible。宫巴进。哦，本性就如此善良。伊万。
ゃんの顔は一生忘れないよ。忘れられたことはねえ。うちはクマッチーとここに残って身の振り考えるよ、兄貴。それも伊万，如果伊万当时吃了青龙果实的话，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他终于能过一些正常的、快乐的日子了，库玛。哦，完了，刚刚那些人想干嘛？見ない顔だな。でっけえなお前。いくつだ？僕9歳。はあ？9歳？9歳？我请问呢？有在当大姐姐呢。啊，库玛呀，好可爱，救命！哦，腾腾痛痛飞走了。哈哈。真的很温柔。何歳から奴隷やってた？从来没有吃这么饱过吗？他们都原来是小孩儿。哦，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情绪，这时候才能发泄出来。这集质量真的好高啊，节奏、演出各方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这看得我真的太难受了。就是即使后面又看到库玛他终于过上了一些比较平和的这种日子，但是依旧是非常的意难平。就像库玛他又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一样。前面这个捕猎兔子的这个竞赛真的是看的人太恼火了。不仅是这种有巨人血统的库玛他，还是这种稀有兔子，还有一些其他的种族，各个种族都有被迫害到吧。我觉得非常痛心的是，这些都并不是说是完全就非常虚构的，就很缥缈的，而且很多事情在即使是如今的世界也都还在发生。一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更难受了吧。尤其是很多都还像库曼一样，还只是小孩子。这个时候站在库曼面前领导着大家的伊万真的是太闪耀了。库曼也是完全记住了这样子的伊万这样的领导的身姿也是深深的刻入到了就是库曼这个眼睛里。这让我更痛心后来库曼他这个意识都逐渐丧失了，就是也已经认不清大家了。当然了，就是不仅仅是伊万，金妮在这场就是大乱斗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他虽然年纪尚小，但是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这个监听侦查能力吧，也是立了大功。库曼也是从小就这么的伟大吧，他如此的善良，也是就是第一个挺身而出，说自己目标很大，要去做诱饵。我觉得伊万也是非常欣赏库曼的，所以也非常触动我。就是仅仅他们只是这样子的几面之缘，恶魔果实差点被玲玲拿走的时候，伊万也是不顾自己的性命之危，要拖住大妈，让那个熊赶紧跑。即使到了后来，我相信伊万他也是一直在践行着他此刻说的，他不会让大熊死去的。这季我就是洛克斯团的这个登场，真的是堪称这种世界名画吧。这只可惜就是太短了，都还没有看到他们的什么大战之类的呢，就已经一笔带过了。好像也不知道洛克斯长什么样，但反正白胡子类似于像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领头人，但是大家都互相很看不顺眼，都不对付。等于说那个时候的凯多也还没有获得他的恶魔果实能力，是玲玲把他的那个青龙果实抢走之后呢，给了凯多。然后就是罗杰他们这个船的这个登场也非常的帅气，我天呐，真的就是感觉看到了中年的艾斯，完全就是一整个打巅峰赛的阵容吧，只不过就没有持续太久。但是也正是多亏了这个多方面的混战，给就是熊他们就是创造出了如此绝佳的机会吧，根本都没有任何人看守了，他们直接就是抢走那个果实。不过大妈这么喜欢小孩，应该也不会真的对他们下手的。但是伊万的这个觉悟真的也是看得我很感动。不过要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就是熊，他已经就是摸清了自己的内心吧，就是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接下来的方向，他要作为或者说是效仿妮卡，他要作为这种解放的战士，解放自己，解放大家，不要再有更多的人去就是经历过自己曾经的那些苦难。萨坦还说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些想法，就是掌权者才会想让他们消失，所以其实就更说明了在曾经的历史中，妮卡应该就是跟这些五老星之类的角色进行中大战，他们就是畏惧着妮卡的。而且就是不仅仅是熊，其实每个革命军的大家或者说是这些奴隶们，他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妮卡。这些掌权者们最害怕的不就是如此这样集结起来的解放之心吗？不管是熊还是金妮吧，就是他们还这么小的年纪，却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事情吧。也好在他们现在如今可以这样的相依为命，但是就是最后这一幕，他们两个人就是压抑许久的这种痛苦苦楚都爆发出来，真的是让人太扎心了。那这视频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